今年可能是放假3天的原因，元旦假期的人比去年要多太多了。前段时间淡季店里一直在亏钱，老板娘都有点焦虑了。结果这一天一忙，直接把她的焦虑都给治好了。现在外面虽然下着大雪，但是店里还是非常热闹的。大件事这甚至还有2位女生在这里玩斯普拉顿，然后老板娘在和顾客玩一个巨离谱的桌游。这个桌游是一个可以飞起来的桌游，大家没有听错，就是那种物理意义上可以飞的桌游。完了，完了，哇！我去！赢了！我没想到你能赢哎！我去！什么叫没想到我能赢？他要起飞时候里面没有你的，最后一秒你继续把他俩打出来了。这个桌游特别神奇，我们只是在底座里面装了4颗电池，但是飞行器上的话是没看到哪里能装电池，但是它可以飞起来。虽然这个飞行器很轻，但是如果小朋友玩的话，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，打在头上可能会有点疼。我去，西罗来了个罗马塔顿，我去。不是。我这刚进门，结果发现1楼大电视竟然在玩《塞尔达旷野之息》，不过玩的是 Switch 2的加强版。加强版如果用底座的情况下，它可以达到 4K 60帧。Switch 2我先不说别的，就玩旷野之息的这个画面和流畅度，我觉得比1的体验感要好太多太多了。这么大一个快递，我一下就知道了，肯定是沙发。因为楼上沙发又坏了。我们的私信经常会收到有人问我们要店里沙发的链接，我建议大家就先别跟我们要了，因为我们店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没有任何一款沙发可以坚持1年以上。如果以后我能找到在我们店坚持1年以上还没坏的沙发的话，我一定给大家做推荐。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，我还没有遇到。看起来很耐用的样子，确实，希望不要打脸。而且它之前的这个腿它都有点往外斜的，往外斜的。然后这个的话是直的，感觉受力会好一些。但其实旷野之息这个游戏很多人都玩不了。为什么？他们玩不进去。就有很多人玩游戏吧，需要有明确的任务指引，说你必须要去干嘛，你才能干嘛。对啊。给的嘛，他说让我去打4个神庙嘛。但是你出了初始台地，你就不知道要干嘛了呀。真的吗？就是旷野之息这个游戏，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100个人有100种玩法，你出了初始台地，100个人都四散而去，没有一个人去一个方向的。我觉得玩游戏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喜好，我就特别喜欢开放世界的游戏，比如说旷野之息、老头环、大表哥、GTA 我特别喜欢。但是也有很多游戏，无数的人跟我说它非常的好玩，但是我尝试了去玩了10几个小时，我就是玩不进去。比如说博德之门，比如说33号远征队。所以说玩游戏是真的有个人喜好的，不太可能出现一款游戏让所有人都喜欢玩。青岛的包子，对，班门弄斧了。不是我不是班门弄斧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包子。这包子还挺好吃的。今天店里有从外地来青岛旅游的顾客给我们带了青岛特产，说是鱼馅的包子，但看起来更像是饺子。说实话，这个连我都是第一次见。其实我们平时是不太吃鱼味的饺子的。就我身边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很多青岛人都接受不了鱼味的饺子。然后还有最近火起来的海肠捞饭，退回到7、8年前去，根本没有人知道海肠捞饭是什么。我觉得算是青岛特色的，可能有啤酒屋、戳子肉、排骨米饭，然后还有那种本地人常去吃的胶东小馆，这些绝对都是青岛的特色。但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红菜，我觉得可能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多多少少都会有。刚刚吃的是黄花鱼水饺，现在吃的是鲅鱼水饺。我觉得青岛对于做鲅鱼是绝对有发言权的，因为青岛有很多的地区是要在春天给自己的丈人，也就是岳父送鲅鱼的，而且送的越大越好。尤其是刚上门的女婿，你要送10斤以上的大鲅鱼。鲅鱼这种鱼的话，它是纯食肉，里面的骨头特别少，所以说它就可以煎着吃、炖着吃，然后也可以把肉剔下来包饺子吃。所以说青岛人对于吃鲅鱼还是很有发言权的。如果来青岛想吃某个鱼的饺子的话，我只推荐吃鲅鱼水饺。现在我们楼下已经有3桌在玩桌游的顾客了，但是有个特别离谱的事，就是这3桌顾客都是在由其他的顾客在这给他们讲解规则。我们店现在1楼区域的桌游的话，基本实现了半自助式的服务了。就有很多顾客想玩桌游的话，都会自己找人，然后自己给他们讲，讲会了大家就一起玩。小袁来这几天，我都消失不见。刚开始觉得他还有救，现在觉得他没救了。
小袁是我们店最近新来的店员。小袁有个特别厉害的地方，小袁是踢足球的。耶，我还以为你说小袁是闯祸呢。小袁来了差不多10几天了，每天不是在闯祸就是闯祸的路上。小袁踢球还是踢边锋的。对，因为我跑得快，闯祸跑的肯定快呀。闯完了祸就没影了，赶紧跑。小袁是我们店刚来的店员，他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人，脑回路特别的清奇，而且每天来的话都要闯点祸。但其实我们店最看重的还是对于顾客的态度怎么样，有没有耐心，然后是否积极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小袁这一方面的话做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剩下都是可以慢慢学慢慢改的。但是特别巧的一件事是，小袁竟然是踢足球的，嘉欣上学的时候是打篮球的，这下在店里不管是玩游戏还是现实中都没太有短板了。建议让小袁自己端2杯酒，2杯就行了，你端2杯就行了，你别在这玩杂技了。刚刚有一位顾客一下点了13杯饮料，他要请今天和他一起玩过桌游的所有人都喝一杯，真的是太大气了。饮料是小朋友的。感谢，小朋友谢谢。最近怎么感觉我们店里的人都染上街霸了呢？不管是老板娘还是嘉欣，他们都觉得这个游戏特别的好玩。我是觉得第一次接触格斗游戏的话，它的奖励机制做的特别好，就是你刚学会了一个升龙，你刚学会了一个必杀技，你刚学会了一个连段，你的大脑都会给你分泌多巴胺，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游戏特别的好玩，每天都想再玩一会儿。然后当你开始实战之后，你能把你学的技能在实战当中运用出来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又会给你分泌多巴胺，这就是玩格斗游戏我觉得最爽的一个地方。给大家看一个特别离谱的画面，现在是2026年，我们2楼大厅的3位顾客全部都在玩黑神话悟空。为什么会在2026年同时3个人玩黑神话悟空呀？感觉自己有点恍惚，今夕是何年呀？这是 bug 吗？为什么这蟑螂不在空中？不是 bug， 你要打他旁边的小怪，你别让他小怪走过去，他会回血。其实黑神话悟空已经是1年半前出的游戏了。2024年的8月20号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时间太快了，看起来挺正常的吧？今天又接到支线任务了，原本这个凳子的话，我都已经准备放弃抢救了，结果顾客说他有办法，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准备把这个凳子再给他抢救一下。他们想抢救的方案是把这个铁片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把它给钻上，然后就把它给固定住。但是这个铁片现在是这么厚的。平时都是周凯在弄坏椅子，今天周凯竟然要开始修椅子了，难以置信。哎呀，还得是大哥加周凯啊！哎，好了，好了。死马当活马医活了。这次来小屋的一大目的就是为了再找川哥下一次预习。但是我有最终剪辑权。就是你赢他多少把，他也会把你输的那把放上。哎，这把赢了，我真给他放。好，感觉这一局已经过了好久了，你俩还没下完。快了！哎呀，有意思，走，这步吃不过我就输了。我不用这个吃鱼，我用这个。这个我是不信的，这个你不信？完败。不是最后在营里待这么久，是锅边儿。我的高兵万里长征，一步走到了这儿，最后偷摸把他雷给拍了。真是草莓吗？真是草莓啊！真是草莓。丹东99草莓给咱寄草莓的人联系我了，他说你打开之后会有一股发酵的酒味儿啊，草莓有酒味儿。他说你晾个5分钟到10分钟之后再吃。我刚打开的一瞬间，真的有一股发酵的酒味儿。这是梦中情梅。哦，真的有酒味儿，真的有酒味儿，很重的酒味儿。超级无敌大的草莓。OK， 太大了。哇，你们今天有福了，刚刚拆出来的丹东超大草莓。给。那就来问题了，不是从腚吃的还是从头吃的？从腚吃。哎呦，sorry，我从新年，我从腚吃。哦不，我要从侧面吃。OK， 好，你也从哪吃草？没有。下面是带草的是腚，你不拔草。
你不拔草？这是绿色，也能吃。谁踩断？踩断什么了？我们店里可以坏的东西太多了，门口的栏杆都被踩断了。但其实我们店里只要不是把电视、游戏机什么给弄坏了，我们一般是不会要求顾客赔偿的，因为大家也都不是有意的。实在觉得不好意思的，下边帮扔个垃圾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要给我们投币、点赞、关注一下，尤其是投币的各位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